爹，你喝了酒，晚上就别回去了。酒足饭饱，大家又转移到沙发上喝茶。林平看着红光满面的老爹道：行吧，晚上我就在这沙发对付一夜。不用睡沙发，还有一间房呢。你还是跟阿远一起睡。换洗的衣服你要不就先穿我的。林平说着示意夏蓉让他找一身换洗的衣服。旁边林梅则拉着林浩也在商量事。阿浩，我想把业务拓展一下。林梅这次来本就有和弟弟商量的意思，所以听说他出海后便推迟了行程。银饰不好做，好做是好做，但是市场在那，不可能有太大发展的。林梅的性子很要强，这次回来通过和陈雪还有嫂子聊天，才真正了解自己大哥和弟弟现在发展的有多迅速。大哥就不说了，说是靠着弟弟扶着发的家也不为过，而这个弟弟就有些恐怖了。他问陈雪，陈雪自然不会隐瞒，将知道的大概都说了。乖乖，触手都伸到了国外，居然在美国还投资开了公司。再一对比自己之前一点沾沾自喜的火苗顿时灭了，更加坚定了自己要拓展业务的心。这是一方面是要弟弟给自己拿主意，另一方面弟弟也是持股一半的股东，总得商量的。那你打算发展哪一块？我查了一下目前线上购物产品分类排名，还有也考察了市场，感觉化妆品增长的势头很猛，特别是从日子棒子进口的特别受欢迎，所以我想着要不要谈一个品牌的代理。可以呀，老姐，这是打算出国谈业务了？别嬉皮笑脸的，我和你说正事呢。林浩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，又想掏烟，不过看了一眼不远处坐着的嫂子还有淼淼，他还是起身走到了阳台。林梅见此拱了一下自己男人，两人也起身跟着来到阳台。林浩又打了一支烟给夏鹦鹉，这才点燃自己的这支猛吸了一口。行不行？你倒是说话啊！你别急啊，让阿浩好好想想。夏鹦鹉笑着劝了一句。一支烟将抽完，林浩也有了决定。姐，代理永远是被别人卡着脖子在经营。我之前让你做银饰，是因为这玩意投入不高，而且可替代性很强。这个厂不和你合作，你可以立马找一个厂接上。但化妆品不同，是有品牌权利一说的。当市场变好，品牌方想踢掉你，根本不会给你商量的余地。等于说，你前面的攻城略地都是给别人做的嫁衣。你说的我也知道，但咱也不能自己弄个品牌吧？为什么不行？林浩的反问让林梅张大了嘴，好一会才道。那得多少钱啊？研发、设计、生产还不定能不能卖得出去呢。挖一个有经验的研发团队，化妆品其实并不复杂，除了主基质材料，就是根据具体的用途加一些辅助材料，比如说补水保湿的就加玻尿酸、氨基酸之类，亮白的就加烟酰胺、VC 这些。前期我们自建厂不大现实，但我们可以找厂子代加工，等到真正把品牌做起来了，就可以考虑自建了。林梅愣了半天，在她看来，跑到国外去谈一两个化妆品品牌的代理已经够大胆了，没成想到自己弟弟这居然更大胆，大胆到他想都不敢想。那得多少钱？况且我也不懂啊。用懂的人，至于钱的话，我再给你投2000万。不过这个咱就要签合同了，不能像之前那样口头约定，我要65%的股份，具体的管理运营还是你。股份啥的都好说，我就怕我做不好，亏了咋办？用心做不会亏的，况且又不是亏不起。姐，现在想着很复杂，但只要框架搭起来，你只要管这3个人就行了：研发、营销、财务。真要干？看你要想干咱就干，你要想现在这样轻松的赚点小钱，那咱就维持原状。反正我是不建议去代理国外品牌的，国际局势多变，今天2个国家关系不错，谁知道那边会不会又上台一个脑子抽风的总统，到时双边贸易必然会受影响，就算贸易不受影响，品牌也会被国人所排斥的。林梅还是犹豫不定，夏鹦鹉倒是颇为赞同的点头。阿浩说的在理，要不就干吧。不行，我辞职来帮你。林梅大惊看向丈夫，你不当老师了？一眼望到退休的生活啊，也没啥挑战性。夏鹦鹉有些感慨，感觉自己现在的生活太按部就班了，纯粹就是在消磨人。别说什么园丁，什么蜡烛，夏鹦鹉自认还没高尚到那一步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你们回去就先注册公司，合同我会安排律师草拟，签了之后我就把钱打到公司账上。至于研发和营销的人，我试着找人问问，看能不能挖几个靠谱的。林梅苦笑，这把钱也太不当钱了，2000万呢？没事，标普一个点的事。啥谱？靠谱。林浩随嘴应了一句。事情谈得差不多，林浩就想着和陈雪回自己的小家。大姐今晚估计会睡不好，但她今晚肯定能睡个好觉。回去的路上，陈雪开着车，林浩微眯着眼在想事。大姐那边你真要投？投吧，大姐的心也大了，与其让她去乱碰头，还不如认准一个方向深耕。你觉得不好？我肯定支持，就是感觉你不要给家里人太大压力。林浩一怔，怎么？你感觉有压力？没。林浩笑了笑，侧过头在陈雪的脸颊上亲了一口。别有压力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，还是你的。陈雪没好气地擦了一下脸，喝那么多酒，臭死了。口里虽是这么说，但面上还是展现出了幸福的微笑。林浩抬手看了一眼表，
掏出手机拨通了号码。约克，把你老板给忘了是吧？哦，亲爱的林，我就是忘了我的父母，也不会忘了可敬可爱的您。您就是我的上帝啊！天啊，你知道吗？标普又跌了，嘎嘎嘎！约克的笑声像一只鸭子一样。老板，恭喜你的资产又多了9位数，虽然你一直都是。约克当然高兴，标普是综合指数，绑定的是500家上市公司的行情，按说这个很难操控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林浩上次决定要买标普之后，标普就像是失控的电梯一样，疯狂的下掉，从7月份的1710点跌到现在已经是1320点，下降了近23%。当时林浩投入的是2700万美刀，采用了大胆的25倍杠杆，等于说到目前净赚了1.5亿了。而林浩答应他的可是2%的酬劳，有300万了，啥也没干，每天钉钉数据就赚了300万，他能不高兴吗？行啊，有事安排你做。Boss， 我一直在等着你的命令，是打算提前抛了吗？不是关于标普的事，你帮我联系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几个化妆品研发的人。老板，我是做金融的。对啊，金融包罗万象嘛，约克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约克是个老狐狸，自然不会被一张大饼就给诱惑了。老板，找这样的人我需要托很多的关系，还要请客吃饭。给你5万块的活动经费，找到人能谈成合作，我再给你加5万。老板，有没有人说你很慷慨？天啊，你就是我的救世主！滚一边去！对了，你认不认识你们那边做海洋生物研究的？我这边有2个非常稀有的海螺。哈哈，老板，虽然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，但也不是什么都能卖的好价钱的。海螺嘛，我更喜欢法国的蜗牛，跟鼻涕一样，你也能吃得下去。别啰嗦，叫龙宫翁绒螺，你帮我问一下。等下，什么龙什么宫？林浩想了想道，稍后我会把图片和名称具体的发你邮箱。挂了电话，陈雪不禁笑着道，谁啊？你俩谈话真有意思。一个贱人。